大家好，我是健康管理师李晓。如今呢，大多数的家庭都是白天各自去上班上学，只有到了晚上才能一家人团聚坐在一起，享受一个团聚的时光。那家人呢，往往都会准备上一桌非常丰盛的晚餐，一不小心晚上就吃得太多，吃得太晚。那药王孙思邈有句话叫做夜饭饱，损一日之寿。大家不要不当回事，如果长期晚餐吃不对，有8种疾病会找上门。第一个就是晚餐吃太好，体重易超标。很多人发胖都是和晚餐有关系的。下了班之后都到了晚上了，那这个时候才有时间好好的吃饭，或者是约着朋友一起，或者是跟家人一起，往往会吃得过于丰盛。再加上晚上的活动量比较小，能量的消耗也低，日积月累，肥胖就形成了。第二个就是晚餐吃太饱，易老年痴呆。中老年人如果是长期在晚上吃得太饱，在睡眠的时候，消化器官是仍然要继续工作的。那么大脑是身体的指挥官，所以呢，其实脑部也是不能休息的，脑部的血液供应也会不足。那进而呢，就会影响脑细胞的一些正常代谢，加速脑细胞的老化。第三是晚餐吃肉多，血压血脂高。在睡眠的时候，我们身体的血流速度是会减缓的。如果在睡觉前又吃了很多肉，大量的血脂就会沉积在血管壁上，进而呢就引起小动脉和微小动脉的收缩，就会使得外周血管阻力增高，容易使得血压上升，这样呢也会增加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。第四，消化不完全，毒素停肠道。晚餐吃得太晚，就来不及完全消化，那这些残余的蛋白质在肠道细菌的作用下，就会产生一些有毒的物质。又由于在睡眠的时候，我们身体的肠道蠕动也是会变慢的，就会使得这些毒素在肠道内停留的时间过长。在它长期的这种刺激下，就可能诱发一些便秘、肠炎等等问题。第五，晚餐吃不好，胃跟着受累。白天吃了东西后，胃就要工作，到了晚上呢，胃也要及时的休息和修复。但是晚餐吃得太晚太多，胃就跟着要加起夜班来。那胃过度的疲劳就像是机器得不到保养，久而久之就出现了胃病。第六，胰岛细胞劳损会导致糖尿病。晚餐吃得太晚，不仅胃得不到休息，胰腺也要继续工作，那胰岛素就会持续大量分泌，就会致使分泌胰岛素的贝塔细胞负担过重。那如果长期的这样持续超负荷的分泌，特别是中老年人，它会因为贝塔细胞功能衰竭而诱发糖尿病。第七，晚餐不规律，代谢也紊乱。晚餐吃得太晚，会导致新陈代谢紊乱，让你经常感到乏力、头晕、记忆力减退、思维能力下降，而且呢，晚上也睡不好觉，白天没有精神，那人体整体的免疫力就会下降。第八，晚餐难消化，胃食管反流。晚餐吃得太晚呢，还会造成胃食管反流病。人在平卧的时候，胃里的食物容易回到食管和嘴巴里，那从胃里反流的食物其实是带着胃酸的，是酸性的，对食管的刺激非常大，会造成胃食管反流，甚至是反流性胃炎。所以晚餐吃不好是会影响寿命的。那么中老年人晚上应该怎么吃呢？我们要记住5个不要。第一是不要吃太晚。一般情况下，晚餐要在7点之前解决，之后呢就不要再吃任何的宵夜或者是水果和零食了。如果你睡觉特别的早，比如说有人可能8、9点钟就睡了，那么晚餐的时间还要提前，晚餐至少要与睡觉的时间间隔在3个小时以上。第二是晚上不要吃太多。古人就一直提倡每餐7分饱，这个度之前很多朋友问过我，怎么去把握7分饱呢？其实每个人都不一样。一般来说呢，我们吃到肚里、胃里还没觉得满，但是呢，对食物的热情已经有所下降了，这种进食的速度也明显的变慢了。虽然习惯性的还是想再多吃一些，但是如果这个时候放下了筷子，
把食物撤走，那也能很快的忘记食物，这样就说明已经到了7分饱。在生活中呢，很多老人会比较节约，那家里孩子吃剩下的，自己也都会勉强吃掉，怕浪费。其实这样呢，就很容易吃多，这样损害了健康，反而是得不偿失的。第3点是不要吃太咸。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自己吃盐太多，因为这是一种味觉，一种习惯。他们可能都不觉得自己做菜太咸，那盐放少了还会觉得不好吃，吃不下。所以如果你觉得别人做的饭太淡了，可能就是自己吃的盐太多了。第4点是不要吃太硬。黏硬的食物，比如说糯米粽子、糯米汤圆，会让消化活动变得异常的亢奋，还容易烧心，还容易导致便秘的问题。第5个是不要不吃主食。很多人就认为呢，只要晚上不吃主食就不会发胖那减肥的人往往会这样做。但其实呢，我们在晚餐也是需要碳水化合物来保证身体所需的能量的。只是呢，我们需要控制好自己的饭量，以及自己搭配的一些菜。有很多老年人到医院里检查出了高血压呀、高血脂这些慢性病，医生呢总会叮嘱几句，说你要吃的清淡点，你要少吃点。那说这些病呢都是吃出来的。其实呢，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，我们肯定不是因为某一天吃的多而得了这些病。大家不妨去反思一下自己常年的这个晚餐的习惯，或许呢就找到原因所在了。好了，那今天的内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给我点赞和关注，有问题也可以留言给我，谢谢大家。